3年了，本王找了3年。殿下说笑了，宫里当差的姑娘，谁不用造骨熏香？抬起头来，是你，荒庙里那个女人，是你。公主吃饱了，乖乖睡。糖糖小时候也是这样，睡着了也要抓着我一根手指头，松开就哭。墨儿，糖糖，再等娘2年，娘就带你们回江南，买2亩茶山，再不进这京城了。殿下，殿下不可，这是九公主的寝殿。什么人？这是九公主的寝殿。是他，3年前江南荒庙里的那个男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沈听雪。哪里人？江南湖州。他在吻我。茶香，清明前的御前茶，只有采茶身上才有这味道。3年了，本王找了3年。殿下说笑了，宫里当差的姑娘，谁不用造骨熏香？抬起头来，是你，荒庙里那个女人，是你。说，3年前是谁把你送进庙里的？太子还是老四？如今又是谁安排你来到九公主身边？殿下认错人了，奴婢3个月前才入宫，是内右府采选进来的，名册上都有记录。认错了。这世上会有2个女人，身上是一模一样的茶香，锁骨下面有一颗红痣。殿下位高权重，要奴婢死不过一句话的事，何必问来问去？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杨王殿下刚回京，就摸到本宫女儿的寝殿里来了。贵妃深夜到访，就是为了看这个笑话，还把本宫给九公主挑的乳娘压在榻上，这传出去，御史的折子明天就能堆满陛下的案头。本宫来看自己的女儿，倒是殿下深更半夜闯偏殿，算怎么回事？好孩子，受委屈了，起来吧。殿下，本宫方才路过前殿，听说陛下了好大的火。北京大捷这么大功劳，父子俩怎么吵起来了？本宫还听说，殿下今日从太医院出来，批了太医院的匾，太医令那张嘴是该管管。不过殿下也别太往心里吸，角色这种事也未必就是定数。角色，萧烈角色，可墨儿和糖糖就是他的孩子。贵妃的消息倒是灵通。整个太医院都看见了，还用打听吗？殿下是国之至良，子嗣的事急不来，实在不行，从宗室里过继一个也是一样的。过继，本王的东西向来不给外人，本王的王位也只传给本王亲生的种。若本王此生无子，那就让所有盼着本王绝后的人陪本王一起断子绝孙。殿下说笑了，听雪，送燕王殿下出去。他是掐着点来的，把我往萧烈跟前推，拿我当棋子。沈听雪，奴婢在。你方才说本王要你死，不过一句话的事，你说错了，本王不会让你死。本王找了3年的东西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怎么舍得让他死？明日一早，你去内务补领队牌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必伺候九公主了。本王的燕王府缺一个奉茶的丫头，你跟本王回府。殿下，奴婢是内务补拨给九公主的人，没有贵妃娘娘的话，奴婢不敢挪地方。求殿下开恩，放过奴婢。放过？3年前那一夜，本王中的是千机魅毒，十死无生，是你救了本王的命。本王记了你3年，找了你3年，画师画了上百张画像，暗卫踏遍了江南72个茶镇。
你猜本王找到了什么？本王找到了一个空了3年的茶农院子，邻居说沈家的女儿伤风败俗，未婚有孕，被赶出去了。沈听雪，那个未婚有孕的沈家女儿是不是你？孩子现在在哪里？回殿下，孩子没了，生下来就没气了，是个死胎。奴婢无处可去，才卖身进宫，混一口饭吃。殿下若不信，可去湖州查。好得很。孩子死了，人还活着。沈听听，你欠本王一条命，拿命来还！3日后，本王派人接你进府，你敢逃，本王就把湖州沈家、你爹、你娘、你2个哥哥全请到京城来，陪你一起当差。小少爷不睡觉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，我在找我爹。王爷屋里的东西不该碰的别碰，王爷问话答完就闭嘴。最要紧的一条，千万别在王爷面前提孩子2个字。前头有个小丫头抱着自家侄儿在府门口玩，被王爷撞见了，当天就被撵出府去了。奴婢记住了。给柳侧妃请安。你就是王爷从宫里带回来的那个乳娘。回侧妃，奴婢沈听雪是来给王爷奉茶的。奉茶？长了这么一张狐狸脸，奉的是什么茶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把放在这儿，这王府里，我是皇上赐婚的正经主子。你这种来路不明的贱婢，安分守身还能留条命，敢有别的心思，后院那口井里的水够凉。侧妃就这个脾气，你担待着点儿。她也是苦，嫁进来1年，王爷连她的院门都没进过。上个月她娘家递话，想从柳家过一个孩子到王爷名下，李丹被王爷直接扔出了大门。又是过继，所有人都笃定萧烈绝嗣，都在打他子嗣的主意。可他真正的孩子正在城南小院里拿树枝当剑耍，不知道最好，知道的越少，孩子越安全。殿下，安神茶。别动，就这样待着，闻着这茶香，本王才睡得着。他闻的不是茶香，是3年前荒庙里的味道，连眉头微微皱着的幅度都和墨儿一模一样。殿下，奴婢该死。去睡1个时辰。可是早茶还没备好。本王说去睡，这是军令。殿下，茶。沈听雪，过来。3年前也是这样的雨，你说你不是他，可你的眼睛，你的味道，连你怕的时候咬嘴唇的样子，都和他一模一样。殿下，奴婢闭嘴！不管你是谁的人，从今晚起，你只能是本王的人。嬷嬷，奴婢求您一件事，请您帮奴婢去药房要1碗避子汤。祖宗，这话也是能乱说的，要是让王爷知道，就是要让王爷知道。嬷嬷只管去要，王爷问起来，您就说是我亲口求的。哼，本王本就绝嗣，你倒是个聪明的，不妄想母凭子贵。奴婢福薄，不敢肖想，只求安分守身，伺候好殿下。
嬷嬷，王爷这是怎么了？今早姑娘当着王爷的面喝了一碗避子汤，那姑娘现在呢？在自己屋里。倒是个人物，喝了避子汤，跟喝了碗凉水似的，脸都没变色。墨儿、糖糖，娘今天做了一件事。娘当着你们爹的面喝了一碗避子汤，她心里那点疑虑该消了。只要她不再疑我，不再追问孩子的事，你们在哪儿住着，都不会被人找到。再熬一年，再熬一年就够了。殿下，湖州查过了，说3年前沈家确实有个女儿未婚有孕，被赶出家门。镇子外的稳婆说，那年冬天是她接的生。稳婆，我千算万算漏了稳婆。孩子呢？稳婆说，生下来就没气儿了，草菌敛了，埋在乱葬岗。她还说，那位沈姑娘抱着草芹，在雪地里坐了一整夜。是奶娘，一定是奶娘提前打点了稳婆，好险！下去吧，沈听雪。奴婢在。那年冬天雪大吗？可屋里的2个孩子饿得直哭，我的眼泪是真的。回殿下，奴婢不记得了。以后不会了，跟着本王，你不会再挨冻。他把我的谎话全信了，他以为自己害死了一个孩子，他在愧疚，在心疼。可他抱着的这个女人，正把他的亲骨肉往更远的地方藏。孙婆婆，怎么了？姑娘出事了，这个月的棉衣送不出去了。今天我出府，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，我怨了3条街，那人还跟着。我看清了，跟着我的人是柳侧妃院里的管事嬷嬷，他们盯上咱们了。柳侧妃盯上了送银子的线，顺着查下去，就是杂货铺，就是奶娘，就是墨儿和糖糖。孙婆婆，这个月的银子先别送了，棉衣拆了，银子分开藏。这些日子照常出府采买，什么都别带，让他们跟个空。跟上10套8趟一无所获，他们自然松了。可是姑娘，杂货铺那头约好了初时交接，东西3天不到，掌柜的会不会派人来府里打听？对，杂货铺掌柜不知道府里出了事。按老规矩，东西3天不到，他会托人到府门口卖货，暗中递话。一个外男在这个节根沿上来燕王府门口打听我，落在柳侧妃眼里是天大的把柄，落在萧烈眼里更是要命的。我写个条子，你明天想法子递出去，让掌柜千万别来，就说府里近来查得严，一切等我的信。一步都不能错了，现在是3面悬崖，柳侧妃在查我，萧烈在盯我，我和孩子之间唯一的那条线随时会断。月月往府外送银子，还缝在棉衣里。好啊，好一个奉茶的丫头！我倒要看看你在外面养的是野汉子还是野种。你给我往死里查！查到之后，我要挑个好日子，当着王爷的面扒了他的皮。娘娘放心，奴才已经派人去城西所有杂货铺挨个摸查，不出3天，必有好消息。跟我斗，一个采茶女也配？刘嫂，孙婆婆今日没来，
天不亮就被侧妃院里的嬷嬷叫走了，说侧妃院里缺个烧火的，点名要她。柳侧妃出手了，她把孙婆子扣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我和府外唯一的线断了。在想什么？回殿下，没想什么，茶凉了，奴婢重新煮。沈听雪，你有心事？奴婢是不是柳氏又为难你了？不能接她的手。小李一旦下场，柳侧妃狗急撩桥，只会把查到的东西直接捅出来。现在的局面，拖一天是一天。没有，死婢就是这2日没睡好。殿下，睡这儿。殿下，这不合规矩。本王的屋子，本王就是规矩。睡，本王守着你。翠儿，出府去城西悦来巷找周掌柜，就跟他说店里的茶叶别进了，东家换人了，快去快回。王爷有令，今日府中人等一律不得外出。我有急事儿。军令如山，违令者杖20。连最后一条缝都堵死了，我只能赌柳侧妃还没找到孩子，赌奶娘按我的心搬了家，搬得够远。胭脂水粉，头生珠花，府里的姐姐们出来瞧一瞧。走开，走开！王府门口是你摆摊的地方。小的给府里姑娘们带了些新花样，不买也看看嘛。吆喝了半天，倒是个勤快的。侧妃娘娘近日想挑些新头绳，你跟我进来吧。侧妃娘娘什么时候缺头绳了？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娘娘明鉴，小的就是个卖杂货的。还嘴硬！你每月初10往城郊送银子，送了3年，当我不知道。本妃没现心，你只动接银子的是什么人？带着孩子对不对？几个孩子？男孩女孩？住在哪儿？你不说也没关系。城西的杂货铺本就不多，一家一家查，用不了半天。拖下去，关进柴房。等本妃把人抓到了，让他一起认。娘娘全招了，城西悦来巷的杂货铺，掌柜姓周，每月初10替一个府里的女人往郊转银子。收银子的是个带着孩子的奶娘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多大？男孩女孩？这货郎不知道，他只管跑腿。不过奴才已派人去悦来巷蹲着了，顺藤摸瓜，2天之内必有信。好得很，贱婢在外头养着怀种，还敢爬王爷的床，传我的令，把人给我看死了，再去备一辆马车。3天后是御前家宴，我要把他的野种活的带到灵德殿上去。当着皇上和满朝宗亲的面，让王爷亲眼看看他护的是个什么东西。赵大人，沈姑娘，王爷在等你。明日灵德殿御前家宴，为北境大吉庆功。皇子、皇孙、王妃、侧妃都要到场，你也去。奴婢一个奉茶的丫头去御前家宴。你茶泡得好，本王喝不惯别人的。上衣局给你裁了2身体面衣裳，明日赵七会送过来。小李要带我去那种场合，他是要把我摆到台面上，摆给所有人看。可我慌的不是这个。怎么，不想去？我慌的是柳侧妃院里那声鞭响，慌的是明天如果柳侧妃把一切都查清了，当着皇上的面抖出来。奴婢遵命。
沈姑娘，殿上贵人多，少看，少说，少动。王爷的席位在东首第一位。今日跟紧本王，谁也不能动你。老三，你这丫头的茶艺倒是宫里少见。父皇要是喜欢，儿臣府里还有的是好茶，人就不借了。打了个胜仗，连个丫头都护成这样。燕王眼光好，本宫瞧着，这丫头是个有福气的。这半个月，贵妃递了3次话要请我过去说话，全被萧烈挡了回去。他今日这一眼，笑里全是算计。三弟得胜归来，又得美人烹茶，人生得意啊！比不得太子，东宫良娣都排到第8位了。王爷，今日和宫团圆，妾身有一件喜事要说给大家听。讲。咱们王府要添丁了。哦，柳氏有喜了。回皇上，不是妾身。皇上，沈听雪入府前已有子嗣，却一直隐瞒此事，如今竟还蛊惑王爷混进麟德殿，站到了皇家的宴席上。此等淫奔之妇，脏了皇家的地。柳氏，你放肆！妾身放肆？皇上请看，这是货郎的画押供词。这贱婢每月初10把银子缝在棉衣里，托府里的婆子带出去，经城西月来向杂货铺准给交一个奶娘，银钱往来3年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。府里的婆子孙氏，杂货铺的周掌柜都有带到店外，随传随到。供词人证铁证如山，他准备了多久？这不是临时发拿，是一张早就织好的网。父皇，家宅私事不该拿到麟德殿上说。柳氏疯癫失仪，儿臣这就命人把他拖下去。王爷这么急着堵妾身的嘴，是心虚了吗？还是说王爷早就知道这贱婢的底细，还偏要护着她？老三，退下，让他把话说完。王爷，妾身知道您不信，那就让您亲眼看看。娘，我要找娘。糖糖不怕，糖糖不怕，娘在，娘在这儿。娘，坏人抓糖糖，奶奶护着我们，被他们推倒了。他们还打人了吗？他们抢哥哥的玉佩，哥哥不给，把玉佩吞藏起来了。他们就掐哥哥。皇上看见了吗？他自己认了，这就是他在宫外养的野种。一个乳母，月月把王府的银子往外倒腾，养着奸夫和孽种，还妄想爬上王爷的床。此等贱婢，按律当杖毙。他的野种也该一并处置，以正宫闱。沈氏，抬起头来回话。柳氏所言可是属实？这2个孩子，是不是你生的？皇上，孩子是明亲生的。要杀要剐，民女一人承担。孩子才3岁，什么都不懂，求皇上开恩，放过2个孩子。皇上听见了，他认了。慢着，墨儿，哪儿来的野种，也配在麟德殿开口？我不是野种，我娘说我们有爹，我爹是天底下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只是他不知道，我们在等他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娘娘明鉴，小的就是个卖杂货的。啊！还嘴硬！你每月初10往城郊送银子，送了3年，当我不知道。本妃没现心，你只动接银子的是什么人？带着孩子对不对？几个孩子？男孩女孩？住在哪儿？你不说也没关系。城西的杂货铺本就不多，一家一家查，
用不了半天，拖下去，关进柴房。等本妃把人抓到了，让他一起认。娘娘全招了，城西悦来巷的杂货铺，掌柜姓周，每月初10替一个府里的女人往交转银子。收银子的是个带着孩子的奶娘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多大？男孩女孩？皇上，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太医院早有端元王爷绝息，这是天下皆知的事。这贱婢分明是找了个相貌相似的野种，偷了王爷的玉佩，设下这弥天大局，要骗皇家的富贵。皇上，滴血认亲，让他们滴血认亲。瞒不住了，那就不瞒了。横竖是个死，把话说完再死。回皇上，民女沈听穴，湖州茶农之女。3年前清明，江南暴雨，民女采茶归家，在城外荒庙避雨。墓里躺着一个重伤垂死的男人，背上插着半截断剑，中了千余媚毒，浑身滚烫，命悬一线。王爷，您可还记得那座荒庙？可还记得是谁给您喂的茶水？是谁陪您熬过那一夜？民女不是什么细作，民女是被您毁了清白的采茶女。事后您人间蒸发，只留一块玉佩。民女怀胎10月，被爹娘赶出家门，被乡邻戳脊梁骨骂。大雪天里，民女一个人在四面漏风的破屋里，生下了这对龙凤胎。温婆说雪崩了，让民女准备后事。民女咬着一根木棍，硬是没敢晕过去，因为民女知道，我一闭眼，这2个孩子就没人管了。月子里没有一口特汤，民女喝血水啃冷饼，孩子没有襁褓，民女把自己唯一的棉袄拆了，一人过一半。民女入宫为奴，为的不过是攒几个银钱养活这2个孩子。民女藏着掖着，谎称孩子死了，为的不过是保他们一条命。皇家富贵，这泼天的富贵，民女躲了3年，躲都躲不及。一派胡言，空口白话谁不会编？没有滴血认亲，做不得数。好，那就滴血认亲，当着父皇的面，当着满朝宗亲的面，验个明明白白，免得日后还有人拿本王的儿女嚼舌根。墨儿，怕不怕疼？男子汉流血不流泪，娘说的。融了，血融了，是燕王的骨血，千真万确。我也要爹，我跟哥哥是一起生的，我也是爹爹的。糖糖，再喊一声爹爹。看什么看？老子眼睛进沙子了，太像了，这是朕的皇孙，朕的嫡亲皇孙。恭喜燕王殿下喜得龙凤。柳氏，本王的家宴，你从宫外抓来2个3岁之虎，扔在金砖地上。我儿额角磕青了一块，我女儿受了惊，哭哑了嗓子。抓孩子的路上，还推倒了一个护着他们的老人家。你可知道，动本王的种是什么下场？王爷饶命，妾身知错了，是贵妃，是贵妃娘娘指点妾身的。她说只要坐实了妾婢不干净，皇上必定验付。来人，柳氏构陷皇嗣，惊扰圣驾，蹙讹侧妃名分，即刻收押，严加审讯。他方才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字给本王记下来，顺着查，查到谁是谁。收起你那副脸色！
朕还没死呢。父皇说哪里话？儿臣是为三弟高兴。传旨，今夜宫门不落锁，朕要与皇孙秉烛夜谈。老爷爷，你的胡子比我们村口的山羊还长。雪儿，皇上，民女有一事相求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民女的冤屈已宣。民女出身低微，高攀不起皇家，求皇上开恩，放民女带着孩子出宫，回江南去。沈听雪，你说什么胡话？王爷，民女句句真心。3年前是您毁了民女，3年来民女自己把孩子拉扯大，没花过皇家1文钱。如今孩子的身世摆在这儿，民女不求媒分，不求富贵，只求王爷高抬贵手，放我们母子归乡。不放！本王不放！孩子是本王的种，你是本王的女人，谁都别想走！我是您的女人，那一夜，您问过我愿不愿意？罢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沈氏教养皇孙有功，先在宫中住下。老三，债是你欠的，怎么还，你自己想。娘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那个人，爹，他在外头坐着呢，坐了3个时辰了。娘，你是不是不想跟他好？墨儿，娘不图他的富贵，娘只怕这宫里的日子比漏雨的破屋更难搞。殿下，您进去啊。他不肯见。您在这儿坐1宿，他也不知道啊。他知道，他只是不稀罕。赵七，你说我欠他的，拿什么还？拿命还啊！戏文里都这么唱。命，他要是肯要就好了。你聋了！他先前在雪地里坐了1整夜，我才坐了3个时辰。殿下，您这不是在宫门口坐牢，您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做给里头那位看。问题是里头那位不看啊。没有娘做的好吃。吃饭，别说话。御膳房做的，爹让人送来的。爹为什么不来跟我们一起吃呀？因为娘还没让他进门。那娘什么时候让爹进门呀？你俩吃完去写字。申姐姐，外头都传疯了，王爷把西市的当铺盘了3家，凡是3年内进当的女子旧物全翻出来，说是燕王妃的旧物，一只木簪敢喊500两，王爷说买错100件，只要有1件是他的就值。还有刑部今早来报，柳家满门抄没，柳侧妃的供词里把贵妃妃见出来，还有那个苑新科那个，王爷今早亲自去了一趟灵院，带了套文房4宝，说是贺状元郎乔迁，贤弟大才，岭南学政出缺，本王已向吏部举荐。他一个3岁孩子编的话他也信？我只是跟爹说，隔壁状语郎叔叔教我写字，还说你若和离，他愿意明媒正娶，可能爹当真了。娘，我不是在帮爹，我是在替你把关，他要连这点事儿都经不住，那就不配当我爹。腰要沉，重心放在脚掌，不能放在脚跟。是这样吗？墨儿，你一天吃几顿？以前吃的少，后来娘进了宫，月钱多了，奶娘每天给我们蒸蛋羹。以后顿顿都有肉。娘说不能挑食，有吃的就不错了。爹，你能教我打赢坏人的招烧吗？想学？想，学会了以后谁欺负我娘和妹妹，我就揍谁。好，爹教你。娘娘，王爷在外头坐着呢，淋了半个时辰了。赵七送伞去，被他扔了。他说雪儿当年在雨里跪过，我也该淋淋。进来吧，别叫孩子看见你这副样子。我错了，3年前是我畜生，3年来让你们娘俩受苦，我猪狗不如。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当一回爹，当一回你的夫君。娘，隔壁住的状元郎叔叔昨天教我写字，他说娘要是和离了，
他愿意明媒正娶八抬大轿娶你。他还说他洗手做羹汤绝不纳妾。哪个状元郎？翰林院那个新科的，长得可俊了。我砍了他！小烈，孩子胡说的你也信？3岁小儿不打黄鱼。他就是听翠儿讲话本听来的。娘，这人又凶又爱哭，不过他跪了7天了，膝盖该废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我养了3年的儿子，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。小烈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记住，我们娘仨不是你的所有物，是你的家人。你要是再敢用枪，再敢锁我，再敢把我们当东西，我带着孩子走，天涯海角你再也找不到。记住了，都记住了。擦擦，别着凉。我跟御膳房学的，蟹粉的。雪儿，你尝尝。爹爹做的好吃，皮厚了，馅儿咸了，不过比御膳房的强。怎么了？烫着了？还是包子不合口？我再去做。坐下，吃饭。娘不哭，娘有爹爹了，糖糖也有爹爹了，以后我们一家天天一起吃饭。丫头，坐。朕今天不是皇帝，就是一个孙儿孙女养在别人手里3年，心里过意不去的老头子。老三那混账，朕替他给你赔个不是。皇上折煞民女了。起来，听朕说完。老三7岁那年，他母后就去了，朕忙于朝政，疏于管教，这孩子是在猜忌和刀口上长大的。他14岁上战场，20岁封王，满身的军功换来的是满朝的忌惮，兄弟的算计。他不会对人好，因为从来没人教过他。太医断他绝嗣那日，他在太庙跪了1夜。朕去看他，他说：“父皇，儿臣这一脉绝在儿臣手里了。”朕这辈子头一回看见他掉眼泪。丫头，朕不逼你，去留你自己定。你若要走，朕给你备一份厚厚嫁妆，孩子的名分记入玉牒，谁也动不了你们。你若肯留，就当给他一个学着当人的机会。皇上，民女的命是捡来的。3年前那个雪夜里，民女想过死，是怀里2个孩子的呼声把民女拽回来了。从那天起，民女就知道，求死容易，求活才难。王爷欠民女的，民女记着。但民女不恨他，民女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这3年，在他那里是一句认错了就翻过去的事。所以民乃不要他的命，也不要他的兵权王位，民乃要他在满朝文武面前，当着皇上和宗亲的面，说一句他错了。好，朕给你这道旨谕，他要是说不出口，朕替你踹他一脚。跑遍了西市剩下的2家当铺，你当掉的那只找到了。你进宫那年塞给内务部嬷嬷的，你娘留给你的唯一念喜，我找回来了。这傻子真把全京城的当铺翻了个底朝天。萧烈，你找了3年，找到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还债。这3年你们娘仨受了多少苦，我拿一辈子还。不要你还，你看着就行。堂堂上次说御膳房的桂花糕不如你做的，我让御厨重新做了一批，这是试了7次之后他点了头的，你尝尝甜不甜？奶娘，姑娘是老婆子没用，没护住孩子。您护了他们3年，这个头是替墨儿和糖糖磕的。往后您就是府里的老封君，谁敢给您脸色，您只管说。府里的账房往后您老随便支。奶奶不走了，奶奶跟糖糖住。娘娘，见还是不见？从侧门给他们，告诉他们，这是当年1副碗筷10几年米粮的价钱，银货2季，恩断义绝，
沈家没有我这个女儿，我也没有那样的爹娘。往后若再来，乱棍打出去。娘，外面跪的是谁啊？是几个走错门的陌生人。沈丫头，朕答应过你，让她当着朕的面说那句话。今日朕就坐在这儿，你让她说。3年前，江南荒谬，萧烈夺你清白在先，弃你不顾在后，害你背井离乡，害你雪夜产子，害你母子3人受尽苦楚。是本王错了，本王欠沈听雪的，不是名分，不是富贵，是一句对不起。这3年委屈你了。第2句。什么？你说你还债，还什么债？还你一辈子。替我簪上。想接走我娘，先过我这关。第1题，我娘不吃什么？香菜，炒菜多一根都挑出来。第2题，我娘左边袖口为什么总缝着一个小口袋？装帕子，糖糖爱哭，随时要擦。第3题，我娘这3年最苦的是哪一天？哪一天都苦，是我欠的，往后每一天我都补。合格，接走吧。雪儿，出来，上马与我共骑。花轿太闷，我要让全京城看看我的王妃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接着，这是皇爷爷的开口费。娘，还有我和哥哥呢，我们也要拜。来，一家4口一起拜。3年前那碗茶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往后余生，换我来还。哥，爹和娘在干什么呀？在给我们添弟弟。可是爷爷说爹绝虚啊。爷爷还说朕的江山以后是我的呢，你也信？走了走了，回去睡觉。再看明天罚你抄10遍大字。墨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大周的世子了，知道世子该做什么吗？护着娘，护着妹妹，再护着爹，最后护着皇爷爷的江山。为什么把江山排在最后？因为爹说的，家没了，江山就是一堆石头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这话比满朝文武的折子都金贵。皇爷爷，郡主1个月有多少糖？国库管够。那我要把糖分给巷子里的小孩。以前我们没糖的时候，隔壁小虎子分过我半块。你摘的是茶叶，不是人头，轻点儿。这玩意儿比人头难多了。笨就笨吧，笨人有笨福。爹，我也要骑。娘，他们3个加起来还没有5个稳重。那你也过来帮忙搬茶篓。爹爹，这个房子好小呀，炕也好小。是爹的错，让你们在这里住了那么久。娘，我记得这棵树，下雪的时候，你把我和妹妹损在背上换米，去镇上有个鸟窝，你说等开春掏鸟蛋给我们吃。都过去了，往后只有好日子。